花妆炉火煮茶香，苏醒至今旧时光。月色静静淌，纸短情一场，只盼人一双。秋风凉，登高凭栏望，青山日暮雁成行。白马千关窗，是谁的念想？如梦归故乡，终难忘有你温暖手掌。我今我去长风狂，未曾想前路漫长，情丝成双，我仍在你身旁。心滚烫似这般两相望，情深处再无需隐藏。人世间多少聚散，多少无常，携手到天荒。科技新草本百雀羚淡纹真颜霜，快淡纹防豹纹，邀您收看锦心似玉。明明两个人都已经吵翻了，为什么侯爷还是不休妻呢？罗家那个丫鬟不会是在说谎吧？她不会撒谎的，罗家好多人都瞧见了。听说夫人把侯爷气得够呛，否则他为何独自回来？我就担心再拖下去，侯爷又心软了。姨娘放心，如今明镜已走，先夫人的事情查不到我们头上，那个罗十一娘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，休妻那是早晚的事儿。夜长梦多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看来还是要再推侯爷一把。若是以往啊，让仙灵阁的师傅做一个别致绣样，配这镯子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是啊。唉，真可惜呀，这仙灵阁呀，怕是去不得了。怎么就去不得了？可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嘘，外面都传遍了，你还没听说？徐家的那位新夫人不是收留了不少灾民做绣娘吗？实际上那是打着永平侯的旗号欺压灾民，灾民们大闹了一通。竟有此事啊！仙灵阁呀，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来喽。不仅如此，这永平侯的清誉，怕也要毁于一旦喽。永平侯爷参与其中，侯爷的秉性我是知道的，他夫人瞧着也不像是个糊涂的孩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唉，如今外面都风言风语的传开了，这个罗十一娘啊，正是把整个徐家都给拖累了。还真是四夫人惹的祸。妹妹，这事儿我得劝你，必须早做决断。此事若被有心人添油加醋地传到皇上那儿去，可就是大事了。我如何不知啊？可，你是说我们徐家冤枉了他？侯爷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您是怀疑十一妹，不信她？我叫你来没有别的事，这封休书你带回去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徐罗两家再无瓜葛。侯爷，真要休了十一娘？
徐令一，你可是弃我罗家无人！好大的胆子！太好了！走，去半月畔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不必再来。姨娘，侯爷休了罗氏姨娘。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哎，钟哥，钟哥，你干嘛呀？我要母亲。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？啊，那坏女人不会回来了，她也不再是你的母亲了，知道吗？啊？她不会不管我的，她会回来的。你才是坏女人。钟哥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是以后我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你的，好吗？哎，站住！没受伤吧？多谢侯爷关心，我没事。钟哥，以后再敢如此无礼，我罚你3日不能出门。父亲，我想母亲了，你去把母亲接回来吧，好不好？这件事不要再提了，她不会回来的。赵颖，待会儿你带几个人，把屋里面的东西都清出去。侯爷，快去！是侯爷。母亲，我要母亲，我要母亲，钟哥，钟哥，母亲，钟哥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你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啊！快把钟哥带回去。是，钟哥，我们走。钟哥，钟哥，我们走。我送你回去吧。多谢侯爷。表姐呀，这偌大的徐家到底是人多势杂，可缺不得人。这侯夫人的位子也不能总空着，不是啊？我们莲房啊，可是你看着长大的，这乔家嫡女的身份也配得上侯爷。您看，这正室之位是不是也……你那意思我听明白了。唉，莲房做妾，确实有些委屈她了。可这妾室扶正是不合规矩的，将来传出去会让人诟病啊。表姐，这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日后等莲房有了身孕，我们两家一起进宫，求个贵人恩典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哎呀，但这事不能操之过急。对，表姐您说的都对。哎呦喂，是，这事儿啊得慢慢来。哎呦，表姐呀，这事儿咱们姐妹俩商量商量，我这心里啊就舒服多了。好，喝茶。哎呀，太妃真这么说？
千真万确，娘几时骗过你呀？太好了，只要我怀上身孕，我就可以如愿以偿了。但是啊，这事儿不能操之过急，得从长计议才是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都明白的，我懂得起。如今侯爷对我已经不似往日那般冰冷了。那日他还担心我受伤，特意送我回来呢。我就说嘛，这侯爷怎么可能看不上我的女儿啊？果然，那罗氏姨娘就是我最大的绊脚石。如今把她赶走了，侯爷对我就是不一样了。我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那你就赶紧抓紧时机，早日诞下子嗣才是啊！娘，你放心，如今侯爷眼里有了我，诞下子嗣就是迟早的事儿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就是永平侯夫人了。可是这近几日，我发觉这罗家的人还在四处搜寻明镜的下落。定是那罗氏姨娘不死心，想要找到明镜翻身。娘，你可都安排好了？倒是这明镜已经出城了，应该出不了岔子的。娘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不如你再派人去确认一下吧。最好让他永远都别回来了。好，我再派人去确认此事，然后再派几个人盯着罗家，真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也好有个应对。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等着做你的侯夫人就是了。我还以为侯爷会把夫人接回来呢，没想到竟然是休妻啊！这个夫人呐，哦，不对，现在不应该叫夫人了。说到底呢，这个十一娘就是个庶女。如果她是罗家的亲嫡女，不会这么容易被休的。所以，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乔姨娘会不会扶正啊？这恐怕于理不合吧？怎么于理不合了？你想想，这十一娘都栽她手里了，这个女人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？你是说，夫人实在在她手里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啊？这个乔姨娘对十一娘就是步步紧逼的，你看看她。揪着十一娘假装有喜的事情，一会儿诬陷诋毁，一会儿哭天抢地，以死明志，逼着太夫人赶走了十一娘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这十一娘怪罪乔姨娘，也不都是空穴来风。乔徐两家本来就走得近，再加上太夫人又这么喜欢乔姨娘，按道理，先夫人走了以后，乔姨娘名正言顺就是继室。你说她未来会不会？哎，再胡言乱语，小心我把你赶出去！你凭什么打我？别，我俩平起平坐，按进门顺序，你得叫我一声姐姐，你凭什么把我赶出去？不信啊？那走着瞧好了。你躲什么？啊！说起来，我能有今日，还得感谢姐姐您呢。他
刚刚说那话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要谢你啊？我不知道啊。过不了多久，我就会成为你的正妻，陪你吟诗曲，陪你乐炊烟，为你生儿育女，然后厮守终生。你的眼里只会有我一人，你的心里也只会爱我一人。侯爷，您还是把夫人接回来吧。夫人虽有错，可自她走后，就再也没见您笑过。姨娘，乔夫人让人送信来了。姨娘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明镜失踪了。昨夜，我娘派去的人见到罗家有一辆马车鬼鬼祟祟地出了城，只可惜他们跟丢了。那应该就是去接明镜的车。那可怎么办，姨娘？你去告诉我娘，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找到明镜的下落。是。母亲，11妹还这么年轻，若您执意赶她出门，她这后半辈子可就再无希望了。你只为你妹妹着想，可曾为尊哥想过？休书一出，断了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姻亲。偌大的徐家，你让尊哥依靠谁？是，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您若瞧他不顺眼，把他打发到乡下的别院去就是了。这说不定还有转机呢。罢了，去哪儿也好，只是别让我看见他。前有马车鬼祟出城，后脚罗11娘就去了乡下别院。这事儿怎么看都透着股蹊跷。明镜8成就是藏在乡下别院。那罗11娘为何不让他指证，而是将他藏起来呢？明镜没有那么轻易松口的，否则的话他自己也逃不了干系。秀媛，
明日寅时，我们出发去乡下别院。若那明镜真的藏在那儿，娘还是太心软了，给他留了一条活路。乡下别院地处偏远，想要除掉他也不是很难。真的是明镜，给我杀了他！动手！乔远房，你要干什么？十一娘，我本不想取你性命，但是你自己送上门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费尽心思追到这里来杀人灭口，还不承认是你害了大姐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我让明镜在元娘的药里动了手脚，元娘就是我害死的。可你知道又有什么用？你还有命去告诉别人吗？夫人，侯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你要是想杀明镜的话，怕是找错人了。乔姨娘得罪了。凌波，我那么疼惜你，那么信任你，就算你犯了错，我还是会给你机会。没想到的是，你的温柔善良都是在演戏。元娘竟然是被你杀害的，你杀了他还不够，你还要杀人灭口，诬陷十一娘。好一个请君入瓮啊！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自从贤灵阁出事，明镜失踪，我就知道你已经有了防备。可我没有证据，我只能设法让你不打自招。所以我认下了罪名，造成对我最不利的局面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觉得阴谋得逞。侯爷，当时明明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，你为什么还肯相信他？因为我深知十一娘为人，相信其中必有蹊跷，所以我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到了罗家询问十一娘。侯爷真肯信我？我带兵征战多年，自认有几分看人的眼光，能分辨出是非曲直。你是我妻子，我深知你的为人，纵然所有人都怀疑你，我都会相信你。谢谢侯爷。侯爷，现在是明镜失踪了，想要乔莲房认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乱阵脚，
不打自招。只是，此事需要侯爷的配合。不出所料的话，罗府现在也有被乔莲坊收买的人。侯爷可愿与我演一出戏？我们在罗府发生争执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跟侯爷已经决裂，侯爷再在适当的时机给我写下休书。没想到时机很快就到了，乔夫人妖言惑众，推波助澜，于是我便顺势写了休书。所以这封休书是假的？我会让人传言明镜已被罗家人找到，接下来就让11娘去别院。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先派了马车出城，随后去了别院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，明镜已经被我藏在了乡下别院。你一看到明镜，就痛下杀手，便以真相大白。为了对付我，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侯爷，我也是你的女人啊！可你为了他，竟然处心积虑的欺骗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先是毒害了元娘，又多次陷害11娘，欺骗我和太夫人，你又对得起谁啊？你还要责怪侯爷？孩子，这都是你的错呀。太夫人，我是有错，我是有错，可是他就是清白无辜的吗？太夫人，难道您忘了，是罗11娘毒害灾民，毁了徐家的名声，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，太夫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忘攀咬别人？凌波，把人带上来。是谁让你教唆秀娘，污蔑徐家的？是乔夫人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去挑唆灾民、起哄闹事，还有那些高价购买绣品的人，也是乔夫人，为的是凭借此事毁掉徐家的清誉，然后推到徐夫人的头上，这样徐夫人就再也无法翻身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毫不顾及徐家，你也是徐家的人呐。带进来。说吧。当初在别院的时候，是乔姨娘塞给我银子，让我想办法支开夫人身边的贴身侍卫，
然后找机会下手。还有，害准哥染病的小狗，只要人接触就会生病，也是乔姨娘让我送进来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没错，是我做的，全都是我做的。侯爷，太夫人，该如何处置乔姨娘，请吩咐。侯爷，你来决定吧。乔莲芳毒害元娘，以致她滑胎病重而死，又多次陷害十姨娘，罪孽深重，百身莫属。依照家规，长则3事后送入农庄待法修行，此生不得回京。侯爷，这是迎接夫人回来，自然要花点心思。怎么样？侯爷有心了。我今日才知道，侯爷一直在替我隐瞒我在仙灵阁的事。您都不介意吗？起初我也觉得女子不该抛头露面，但是我亲眼见你教授在民刺绣，我明白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们，我不该阻止你做对的事。侯爷，我想与你商议一件事。仙灵阁因我而遭到了损失，我想给简师傅一笔赔偿金。你拿主意就好。如果银子不够，你去向白总管支取。侯爷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若欢喜，我便亦欢喜。侯爷夫人，傅大人让人递了话来，说乔姨娘闹着要见侯爷，一刻都不得安宁。想必他是有话要说吧？你告诉他，侯爷一会儿就去。侯爷，还记得吗？我10岁那年，我娘带我到徐家来玩，见到正在院中抚琴的你。那时候我摔了一跤，你为了哄我开心，给我折了好大一束桃花。那时候我瞧着你，心里就在想，你可真好看呀！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从那以后，我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你喜欢抚琴，我便仿遍名师，苦练琴技；你上阵杀敌，我便担惊受怕，无一夜浓的安情。就这样梦里梦外，念了你10几年。若只是这些，
就无需再说下去。侯爷，我谋害元娘不假，可那罗元娘又是什么好人呢？若不是因为她，我堂堂乔家嫡女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？又怎会沦落成妾室？我是有错，可那罗元娘和十一娘合谋起来害我，难道他们就没错吗？侯爷为何就只追究我一个呢？当日若非你私闯内院，元娘的计谋又怎会得逞？你以嫡女自诩，难道连瓜田李下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况且，此事是元娘所为，和十一娘并无关系。十一娘自始至终都没有为难过你，但你却几次三番的陷害她，如此狠毒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那罗元娘根本就不懂你，罗十一娘身份地位更是不配在你的身边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的妻子。我为了你，尊严、脸面，我统统都可以不要。我为你做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我爱了你10几年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我？我才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。爱是互相欣赏，是尊重，是信任，是成全，而不是强求，更不是委曲求全。你虽是嫡出，但心术不正，而人心尽失。十一娘虽是庶女，她却凭着良善仁义赢得了尊重。由此可见，人之可贵，不在于出身，而在于本心。由始至终，你对我一丁点情意都没有吗？之前11娘已有孕，欺骗母亲，还瞒着母亲去仙灵阁教授灾民，差点损毁了徐家的名声，还请母亲责罚。既然事出有因，这事不能怪你，怪我呀！我识人不清，平白的让你遭了这么些罪。侯爷，快扶11娘起来。谢母亲。起吧。杜妈妈，这套红宝石头面是我的嫁妆，你收下吧，只当是给你压压惊了。母亲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母亲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那就谢谢母亲了。
侯爷已经把事情原委都跟我说了，他早就知道内情，他不告诉我，只是怕我担心。然而十一娘啊，你是徐家主母啊，成日在外抛头露面，有失体统吧？我希望仙灵阁之事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这才是我们女子该守的本分呐。母亲，十一娘在仙灵阁教授灾民刺绣的善举，已经在宫中传为美谈。各宫嫔妃听闻此事，都称赞不已。若是这个时候离开仙灵阁，被宫中那些贵人们知道了，难保不会说我们是沽名钓誉。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暂时还是继续做下去为好。只是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，你绝不能动用侯爷的权势为自己谋利，更不能做出鱼肉百姓之事，影响到我们徐家的声誉。你能做到吗？母亲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利用侯爷的权势为自己谋利，更不会做出不利于徐家的事情。好。小婿向岳父大人赔罪，是我们徐家误会了夫人，让夫人蒙受不白之冤。当日所为皆不得已，特备厚礼前来赔罪。是女儿处事不周，让父亲母亲还有大哥大嫂担心了。侯爷言重了，若不是侯爷与十一妹心灵相通，相互信任，又怎能让乔莲房？元娘在怀孕期间所服之药，被乔莲房背后动了手脚，以致身故，是我没保护好她。小婿任凭岳父处置。元娘是被乔莲房害死的，千真万确，是侯爷亲口说的。元娘，是被人害死的，造孽呀！我丧气了一辈子，却没成想，我最宝贝的女儿，却死在别人的算计之下。这难道就是报应？大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大太太，大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中风了吧？大太太，大太太，大太太，大太太！表姐，莲房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她是怎样的孩子，你心里最清楚了。她就是一时糊涂啊！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，啊！你就让她继续留在徐家，为奴为妾，只要能留在您身边，伺候您和侯爷就可以了。让她来以此赎罪吧，表姐呀，我求您了，表姐。我给她机会，那元娘呢？那我的孙儿呢？谁给他们机会？不想带发修行，那就去顺天府吧，你自己看着选。
莲芳，娘，莲芳啊，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走，娘带你离开这里啊，走。若是徐家的人告到顺天府去，咱们就找几个人去顶罪就是了。走，娘，你让我留在这儿吧。莲芳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你不要吓娘啊！啊，莲芳，娘，我想要得到的，都已经奋力的争取过了。如今，我心愿已了，再无他求。是娘的错，从小到大，是娘教了你太多的算计。你想要什么，就不择手段的让你得到，却忘了告诉你，有些执念是要不得的。娘以为这样就能保护你一辈子，却没想到是娘害了你，是娘害了你啊，莲芳！娘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怪任何人。您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。您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如今我再也帮不到你了，你在家中的日子就更加的艰难。看似颜亮如墨，谁提笔画寂寞？这一生花边漂泊，唯有相思难临摹。山城等雨落，我等你回忆中经过，看天色比你脸色更落寞。风起又要烛火，岁月冷意闪躲，看命运一路曲折，而缘分始终不说。心事眼沉默，却画不出你的轮廓。这纸墨要怎么写进你我？谁提笔又因思念平地起风波？谁来过又惹往事在心里颠簸？若深情可念不可说，结局我不躲。你的灯火阑珊处有我。谁提笔挑起孤单，泪眼几婆娑？谁来过为你耗尽我一生？
太执着。你的故事尽头处是我。